黄金反弹了，来给大家录个后续。上周的时候呢，黄金2天时间从5500一路跌到4400，上下振幅有20%多。那急跌的时候呢，大概率是有反弹的，这也就是我上周五提醒大家不要在踩踏的时候急着卖出黄金的原因，因为这种时候呢，最容易就是割在最低点。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就是反弹出现了之后，我们这时候反而需要冷静一下，好好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应对。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想跟大家一起理一理，就是黄金处在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那不同的走势下，我们大概可以有个怎么样的思路？大家好，我是新月，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那我们先从技术面看一下黄金现在到底是什么位置啊？简单回顾一下这一周的走势，黄金从5500跌到4400，然后快速的反弹。那我们看日线的话，可以看到非常明确，在4400这个点位的时候呢，形成了个非常明显的 V 型的反弹，说明在这个位置是有支撑的。那反弹之后呢，这几天它就4800到5000这个区域来回。但是呢，没有继续往上冲，也没有继续往下跌，那这其实是比较正常的，因为这么大个跌幅之后呢，市场需要时间来消化。很快的看一下关键的技术位啊，往下看的话呢，在4800，也就是20日均线位置附近呢，这个是属于一个筹码集中区域。再往下呢，就是4400，也就是上周的一个低点，这个位置如果再是被测试的话呢，就会非常关键。往上看的话呢，5000到5100这个区域呢，是筹码比较集中的区域，往上会有一定压力。那看现在它在4900左右，那离5100还有200点的距离，那这是一道主力，再往上就是5600的前高了。从均线上面分析呢，短期的8日和20日均线已经开始走平了，那说明它已经进入了震荡模式。中长期的均线呢，还是多头形式，大趋势它没有被破坏掉。4小时线的话呢，会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可以看到之前从5600一直跌到4400，这一路向下几乎没有停过，这种就是典型的去杠杆式的踩踏。那4400附近呢，它是有出现了止跌的信号，然后快速的反弹到了5000。那反弹了之后呢，这几天就在这个区域开始反复震荡了。我们从 K 线图上也可以看到，一天绿一天红，上下都在试探啊，就是没有突破，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震荡整理的形态。那我们从黄金的 ETF GLD 上面呢，也可以看一下它的成交量。你可以看到在暴跌的那2天的时候呢，成交量是明显的放大了，巨量的红色柱子代表这种恐慌性的抛售。但是后面几天呢，成交量是持续的萎缩，现在已经回到了正常水平之下了，说明这种恐慌式的抛售呢已经结束了。那接下去呢，会进入到一个震荡整理的阶段。那技术面上面，我们基本上看清楚黄金目前所处的位置了。那接下去我们分析一下它接下来会怎么样走，那每种走法呢，我们该怎么样去应对？其实无非就是3种走法，向上、平着走跟向下，是吧？每种手法其实它都有可能性的。我们先看第一种啊，第一种就是震荡向上，最理想的状况呢，就是它在4800到5100这个区域当中震荡一段时间，消化完了破利盘了之后呢，把那些比较不坚定的持仓洗出去，然后再突破5100，最终呢站上5600前面这个高点。这个过程呢，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你看它现在已经震荡了几天了嘛？那如果能在4800稳住，然后慢慢往上走的话呢，这个形态就会比较健康一点。那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它在这个区间当中反复震荡，然后时间拉得比较长，可能震荡个1到2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啊，用时间来消化涨幅。这个可能性还是蛮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黄金它这一波如果从前面低点的3800、3900这边来算的话呢，到5600，但已经涨了1000多了。即便是从这边一个小幅回撤4300到5600的话，它也涨了30%了。这个速度对于黄金来说是非常非常快了。那市场需要时间来适应它目前这个价格，然后也让那些追高的获利盘呢慢慢出局，让新的买盘再慢慢进场。如果是这种走法的话呢，它应该是会再多宽泛一些，就是在4600到5100这个区域拉长震荡时间，然后洗掉一些盘子，再继续往上。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它在震荡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来一次回调，然后下探这个4400到4500这个位置，确认了一个底部支撑。这个其实在技术上还是蛮常见的，叫做双底确认。
像是第一波下跌的话呢，属于恐慌性下跌，市场这个时候情绪是非常悲观的。那等到在第二次测试的时候，如果能够守住，甚至于稍微跌破马上反弹，而且成交量要比第一次小的话呢，那这个底部就会做得比较结实，反而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那你看这3种走法哪一种会发生呢？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那市场永远是充满变数的。从目前的走势来看呢，它现在在4800到5000这个震荡区间，短时间可能还要再震荡一段时间，但是最终呢，它也是会选到方向的，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观察。但是问题是呢，你黄金的仓位其实是决定你能承受哪一种走势。那我自己投资的时候呢，一直有个原则，就是不去为了不确定性的收益去冒可能会让我出局的风险。那如果说现在黄金的配置占总资产的5%到10%的话，而且是没有杠杆，那现在这位置其实是蛮舒服的。第一呢，就是黄金就算再跌个10%甚至于20%吧，对你整体资产影响也就是1%到2%，完全是可以承受的。而且这3种走势震荡向上就还挺好，继续持有就行了。横盘呢也没有关系，反正用的是闲钱嘛。那就算是2次探底到了4400、4500附近，还可以逢低加一些仓，如果仓位还没有满的话，那我们把黄金作为资产配置的一个部分，持有个5年以上。那这一周的走势其实也证明了，那恐慌的时候呢，你不急着去割肉的话，它很快从4400反弹到了4800，然后甚至于5000这个位置，虽然说没有突破吧，但是在这个震荡区间其实是逐步在企稳的，那接下来继续拿着就可以了，不用太在意短期的一个波动。但是如果说你仓位已经占到了你总资产的15%到20%，或者说你投进去的钱是近1-2年可能要用的，比如说是学费啊，或者是买房啊等等的，就要比较小心了。那我跟大家算一笔账啊，就是黄金如果再跌个15%，从现在4900跌到了4100吧，那你总资产就会损失2.5%到3%。那如果是你用近期要花的钱的话呢，那个时候就会比较被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问一下自己，那如果黄金横盘震荡个半年，能不能等得起？或者说，如果它2次探底跌到4400以下了，会不会睡得着觉？那如果答案是既等不起又睡不着的话，那不如就是等它反弹到5000、5100这个位置，然后分批减一点仓，减到一个让你能够安心的位置。它现在是4900多嘛，这个位置也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减仓了之后不要后悔。就是如果说黄金按照第一个走势，快速的涨上去，并且新高，甚至于再涨个30%到7000，你会不会那个时候后悔，然后追高？如果说你知道自己肯定会后悔，肯定会忍不住追，那还不如现在就别减仓或者少减一点继续持有就得了。因为追高进去的话呢，心态就更加容易崩，一有个风吹草动很容易就是割肉割在低点。但是如果说你黄金的仓位超过了20%，或者说加了杠杆的话呢，即便说现在反弹了，也是要非常小心。因为黄金它也是会进入熊市的，我之前讲黄金的风险这期视频就有非常详细的分析过黄金的历史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它进入熊市之后也能跌它个70%，一跌好几年之前也跌过47%，对吧？那这么大一个涨幅之后呢，等到进入熊市的时候，可能它就直接跌个30%甚至40%。那你说你20%的仓位，如果说跌了30%，你的总资产就损失6%。那回想一下上周黄金急跌20%时候的感受人都有损失厌恶的，赚20%不一定多高兴，但是跌掉20%，那是真难受。黄金它在经历了3年的涨幅了之后呢，虽然大趋势它还是没有变，还是向上的，但是它的价格波动肯定会增加，这种20%上下跌幅的肯定也会在之后经常出现。那与其每次都是这么煎熬，不如说把仓位降下来，反而可以比较平静的面对它这些价格上的波动。那如果说你之前手上没有黄金，想要趁着这次回调再入手一些呢，其实也可以，但是关键问题还是一样就是
黄金它涨了3年了，波动会增加，这个时候入场的话，我们最好是控制好仓位。我的建议还是投资账户的5%到10%，而且不要一下子 all in， 可以分批买入，毕竟它现在还在震荡区间呢。比如说你4900的时候小仓位试探一下，但如果它回调到之前的4600、4700附近，你可以再加一点，甚至于如果它给了你2次探底的机会，在4400这边的话，可以最后再加上一点。我们把黄金呢当作是一种配置，而不是投机。在它目前震荡区域的时候，方向还不明确的情况下呢，分批建仓是比较稳妥的方式，你不用急，慢慢来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想要长期配置黄金这类贵金属的话呢，比较简单的，你就直接用定期分批买入这个方式。就是设定一个固定的日期，比如说每个月的15号投入固定的金额，或者也可以灵活一点，就是价格低的时候多买一点，价格高的时候少买一些。那我自己呢用的是陌陌这个平台，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找到适合长期投资的 ETF。打开手机的陌陌 APP， 然后点击市场 ETF， 然后主题就能看到黄金、白银这些相关的 ETF 了。那选基金的时候呢，我一般会看3个指标，第一个就是它的表现，那收益稳不稳，回撤大不大；第二个就是看费用，管理费是越低越好，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第三个呢就是规模，规模大的基金会更加稳定，流动性也比较好。那我们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千万不要碰杠杆的基金，因为震荡的时候它损耗是非常大的，上周那种暴跌的时候，杠杆基金损失会更加惨重。按照这个标准呢，黄金我自己买的是 IAU， 它的话规模挺大的，而且费用相对比较低一些。白银的 ETF 也可以选规模大一点的，就是 SLV。但是白银的波动呢会比黄金大很多，基本上就是黄金的3倍了，风险也是要高3倍的。新手的话建议还是从黄金开始。陌陌这边还有个比较好用的功能，就是它的量化分析，可以看到每个基金的年化收益、最大回撤这些关键的数据，对比起来也比较方便。那如果说你要开户的话呢，用我的链接会有一些福利，美国用户入金2000可以拿到100美元的英伟达股票，那入金10万美元可以拿到1000美元的英伟达股票，还有2个月8.1%的现金利率。其他地区朋友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也可以看到你们当地的优惠。那今天说了那么多，其实核心就一句话，技术面呢告诉我们可能性，仓位管理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那黄金它作为流动性和体量都非常巨大的资产，它走向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能不能赚到钱，关键还是仓位管理啊。这一周它从5500跌到4400，又反弹回了4900，那有些人在4400如果恐慌性割肉了，现在看到反弹肯定也难受。那如果仓位在合理区间呢，就不会在最低点被迫出局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这一周大家辛苦了，有什么想法呢？我们评论区聊，周末好好休息哦，我们下周再见，拜拜。